据粤媒报道，我国将无偿援助越南修建铁路公路，这事儿是真的吗？我国与越南相邻，是越南最大的合作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与两国不断加深的经贸合作相伴的，还有铁路合作。据悉，中国与越南达成合作，将无偿帮助其升级国内铁路系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越南简介。越南处于中南半岛的东南部，三面环海，向东面向南海，国土狭长，基本呈现 S 型，其北面与我国的云贵两省接壤，西部面向柬埔寨和老挝。越南面积33万平方公里，截止2021年，当地人口约9826万。越南多山地，境内75%是山地和高原，中部长山山脉纵贯南北，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原区分布在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这里是越南主要的农业区。越南海岸线漫长，大约为3260公里，多天然良港，便于发展海运。今年前3季度，越南的 GDP 同比增长 4.24%， 在各项产业中，旅游业增长迅速，吸引国际游客8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7 倍。越南众多的劳动力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20年，越南人口大约9733.9万，劳动人口大约5654.2万人，占比为 69%。相比于我国，越南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且劳动人口多，暂时不会陷入老龄化危机中，加之土地成本低，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来此建厂，所以制造业是越南经济的一大引擎。2022年，越南吸引的外资中，制造业为129亿美元，约占吸引外资总量的 57.5%。纺织服装是越南制造业的重要部门。2022年，越南纺织服装及鞋业出口总额达71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越南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也促进了越南与我国的合作。2. 中国无偿帮越南修路。近期我国对越南进行访问，两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加深。越南驻华大使透露，中越之间的双边关系再次提高。外媒报道，中国驻越大使表示，中方愿意协助越南升级广西至河内的铁路，加快两国之间的路线发展，同时将向越南提供资金，促进昆明与越南海防之间的铁路建设，并表示这次是无偿援助。外媒对这次合作抹黑为越南对中国的让步，称越南在传统上并不太愿意接受贷款，接受中国的基建贷款是其重要让步，会让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始终保持对越南的影响力。事实上，随着越南与中国合作的加强，越南方面多次强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战略的对接。“一带一路”大家都很熟悉，“两廊一圈”是我国在东亚经济论坛上提出的，指的是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亮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该战略涉及到中国广西、广东、云南、海南、香港和澳门及越南的10个沿海地带。2条走廊共跨度1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900万人。开发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中越两国建设两廊一圈过程中应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所以中越加强经济和铁路合作是必然的。根据最新数据，中越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2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10个月，中越贸易额达到1851亿美元，中国对越投资额是去年的2倍。截止到11月底，从广西出发的中越班列共1073列，累计运送货物59.45万吨。这些数据都显示了中国对越南的重视，以及中越之间经济合作的潜力。同时，越南方面除重视经济合作外，还不断邀请中国参加越南基建。3. 中越铁路合作。铁路合作是中越合作的重点之一。我国提出的泛亚铁路网在东南亚分为东、中、西3条。其中的东线就是越南的河内、老街、海防铁路，中越已经达成共识，这条铁路采用中国标准，铁路全长392公里，为客货两用，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以运输约1000万吨的货物。中越铁路合作是必然的，两国很早就有了跨境铁路，但是因为时间太长，铁路系统老化，越南方面的运输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两国之间的运输需求。
而且越南本身基建水平不高，无法自主对铁路改造升级。此外，中国的基建水平对越南也十分有吸引力。近期开通的雅万高铁成为中国高铁的海外招牌。在铁路建设方面，中国是越南的最优选，因此越南多次邀请中国参加其基建项目，希望借此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越南的国土形状决定了其南北沟通的顺畅程度，极大影响该国的经济和区域发展。越南计划建设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项目交给了日本，但是日本的方案造价极高，又进展缓慢，所以越南也有意将其交给中国。而对我国来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调整，越南承接了众多产业链项目，且该国对我国上游产业链有很高的依存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体系中扮演了缓冲的角色，帮助越南升级铁路系统，也能满足我国对越出口需求，加强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打开东南亚市场。中越目前达成的铁路合作，除了对越南铁路网进行升级，还有一条新的铁路。该铁路从中国昆明出发，延伸至越南北方的主要港口，中间会经过越南的稀土资源中心，这意味着中越将加强稀土合作，这是中越整合供应链的重要一步。越南表现出的种种态度也说明，中越合作是双赢，而非外媒口中的阴谋。